大家周末好，又到了飞波理财每周末为大家带来的美股大盘总结还有个股解析的时候，下周就是感恩节，先祝大家烧饼和家人相聚愉快。本周我要 cover 个股比较多，我就尽量废话少说一点。首先看这个大盘，这周改变一种玩法，通常都看日线图，对吧？这周我给大家看一下周线图。上周四、周五开始算起，距离特朗普当时当选这个行情开始，大概就是刚好1年。大家看我数到这里，就大概10月初，就是去年特朗普当选，然后股市就炒，到上周末、本周初，应该就刚好就1年。如果你是需要交税的话，你也知道，如果你当时在这附近买的股票，你在本周卖，你就可以把这个获利所得当做这个长期资本收益来交税，就是说税率低于10%。所以呢，从上周末、本周初开始，就有一些获利的这个人就开始卖股了。但卖压并不是那么沉重，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目前看上去这个共和党要推动的税改可能进展还算顺利。如果是从明年开始减税的话，你可能就是股票拖到明年卖，这个税率可能会更低。如果你赚的比较多，这样这个税是一个大头。然后给大家看周线图，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就是被这个日线上跳下跳、上跳下跳，就是跳高开、跳高低开，搞得晕头转向，你就回来看一下周线图就知道，目前很平稳，毫无疑问是在牛市之中。长期和中期来看都是向上，然后短期从日线图上可能开始走平，有些承压，因为超买的比较严重了，对吧？如果有回调，实际上不需要惊慌失措，就是说市场其实在牛市之中还是很喜欢回调。然后碰着大的回调，现在都是比较好的买入机会，好吧？因为下面的支撑很多，目前日线上看还是在20日均线，所以就是说，不管从经济角度来讲，还是从全球经济角度来讲，增长都还算平稳，就是没有大的问题。就是说，不要老看媒体各种世界末日耸人听闻的那种言论。然后回头看这个小盘股，也就能看出来，就是从上周末、本周初开始回调，这是周线图哈。周线图就回测了一下过去接近7、8个月来这个上升通道的这个上沿，就是在9月份突破之后，这是第一次回调。一般这种第一次回调都是好的买入机会，然后刚好也是小盘股从去年创过当时起来也是盈利比较多。也是有一点点卖压，就是为了这种长期这种资本所得交税偏低，所以可能上周末、本周初有一些散户啊或者小户头都开始卖。当然，大的机构、聪明的大机构一般它可能都会拖到明年，至少等这个税改通过之后，你可以少交好多的税。当然，我小盘股还没有捞了，我在日线图上当然跟大家讲过，这个小盘股我打算是在143到144之间捞。有画的这个圆圈，最低呢先达到个144.5，当时我也很关注了，但是还没有到我这个144之下这个买点，所以就是说我的买点没有触发，然后它就调高开又回去了。当然它回去之后，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回调整理这个区间之内了，就是并没有向上突破。如果说再来一波回调，能够回调到143、144，我当然是比较欢迎的。就随着小盘股开始修复，整个市场大家情绪就好了起来。但如果你看周线图，市场一切正常。然后接下来看这个 AMC 我当然是在很久以前，在大概14、15在这里，然后在这里我自己当然是买过，没怎么赚钱，但是也没亏了，少赚了一点点吧。因为就是说它在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的时候，在这里突破失败之后就卖掉了，然后这里又尝试一次突破，还是没有成功，然后这里又尝试突破，还是失败，又被打了回来，然后目前看又在马上要尝试突破。如果说突破成功的话，我肯定是毫不犹豫会买的。在线图上实际上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程度的一个底部背离，你看股价创了新低，但是 MACD、RSI 和这个周线图实际上都没有创新低，属于日线图上这种底背离，就不鼓励在这里再继续做空了。然后如果从这里能够突破这个下降趋势，刚好也是这个30日均线这个束缚。AMC 是比较看重30日均线，就是这画的一条粉色的线，这里基本都是阻力支撑、阻力。目前又要测试30日均线和这个下降趋势，如果突破的话，我预计应该会有一波涨势。圣诞行情 AMC。
然后微博我当然也讲过，好吧，就是在财报之后，我在这里已经卖掉了1/3，我的业主当时在108左右吧，就是在这里买的，然后这里已经卖掉了1/2，剩下的我是打算日线跌破50线就会卖掉，但还一直骑在50线之上，就是粉丝线收盘都没有跌破过，所以我还在里面。但如果它收盘价跌破的话，我就会退出来。和这个微博比较类似的是，当时我推荐过2个，我印象中另外一个是易车，易车这日线图啊，是当时和微博一起推荐，我们这个玩法相当类似，就是突破了这个线的趋势和20日均线之后买入。和微博比，讲到这里我也是卖了1/2，然后剩下的在跌破50线的时候就这里就卖掉了，赚的当然不如微博多了。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它还没有跌破这个小的这个上升趋势，它一直都在测试当时突破这个点，现在就是58左右。当时推荐之后买入，如果你跌破50线没有卖，你还在持有的话，那我觉得如果它日线都跌破这个58附近，我觉得你一定要止损掉。就是从微博和易车，这不是易车，就是汽车之家，对，汽车之家，从微博和汽车之家2个走势就能看，同样的就是买入理念，对吧？同样的价格走势都是在突破的时候买，有的时候它突破会很顺利，然后一直向上骑着50线往上走，但有的时候呢，它就涨这么1、2天就跌了回来，说明相对比较弱势，这就时候就能体现出止损的重要性。如果说你没有设止损，然后一个像微博那样一直涨上去，一个像易车这样光跌了回来，如果你完全不设止损的话，易车之上的一点盈利就会被蚕食殆尽。所以就是说止损很重要。虽然说前期的这个股价走势一模一样，但是买入之后随着走势的不同，你一定要走势差的时候跌破止损线一定要止损，这样的那个类似的交易方法长期才能赚钱，好吧？因为就是说有的股赚，有的股会赔。如果假设5-5开的话，赚的钱一定要比赔的这个止损也要多，长期才能赚钱。所以如果你一直hold的，假设期指之间，或者假设如果说继续往下跌到40，你还不止损，那肯定要把你在微博上赚的钱就全赔光了。就说止损很重要。先来看这个京东，上周也讲过，就是本周一财报，我当时说过，如果是一个 gap up， 就是一个跳空高开，然后再往上，那当然是非常牛的。但是很不幸，当天是跳空高开，但是当天是收红，应该算收黑吧，收盘价要比开盘价要低挺多，有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来讲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在当天我是把期权卖过了，然后股票卖了一半。我的打算就是，如果它在这里横盘能够这个跳空高开这个缺口能够守住的话，能横盘几天，我肯定会准备加仓。但是很不幸，它第2天就跌了下去，后面3天就开始往回爬，目前又爬回了50日均线之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话，它还是在这个之下。如果它能够慢慢爬上去，我还会考虑正股，肯定还会加仓。但是目前如果它在这里被打回来，再跌破这个20日均线的话，我可能就是剩下一半正股也会清仓，因为我当时在视频之后呢就讲过，就是在36这个地方捞的方法，当然就是这里形成一个锤子线了，一般都是底部特征线，这里当然也形成一个不能算是锤子吧，但是也是一个偏牛一个线，但是量并不是那么大，然后目前还是在下降趋势线之下，所以就是说加仓还是要谨慎，最好等突破之后再买入。从整个这个机构持股方面来看呢，实际上就是高瓴资本一直在卖，它实际上1季度、2季度、3季度每个季度大概都卖了1000万股吧，就是它应该是除了刘强东、沃尔玛还有腾讯之后的，可能它是算第4大股东吧。它当然投资的比较早，所以就是现在卖其实也很正常。但如果作为这个大股东一直在卖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股价还是挺难上去。所以说我预测呢，但是我并不知道高瓴资本他们怎么想的，但是如果他们停止卖的时候，可能就是股价会往上走的时候。通过股价走势，你实际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大股东们是怎么干的。因为你看它在下降趋势，虽然没人说，但你就知道肯定是有人在卖。如果高瓴资本还是大家继续买的，估计这条阻力线可能还是会被打回来。这是京东突破之后可以加仓。先来讲讲这个锤子线啊，我印象中大概是在2周前吧，也推荐过这个，就是时代周刊了，TECK，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哈。我当时推荐是因为这天形成了一根锤子线。一般这种锤子线的交易方法就是突破的这个当天的最高价就买入，然后跌破它这个锤子线的收盘价就卖出。大家可以看，在这个锤子线之后
突破了，然后突破之后又跌了回去，然后基本就失败了。然后这一天呢又突破，然后又跌了回去。实际上这2天就都没有突破成功这个垂直线，所以就当时这个垂直线实际上就失败了。然后他发了财报跌了回去，然后第2天之后又收了一个大概就跟可以算更强的这个垂直线。垂直线呢，就是说当它交易量越大，然后下影线这个影线越长，一般这个垂直线说明就越强。形成这个垂直线之后呢，第2天没有突破，然后第3天突破这个垂直线这个上沿，才突破成功。目前一直都没有回头。如果说是收盘价跌破前一天那个收盘价，我肯定就会清仓，所以目前还在里面。但如果跌破上周五K线的这个最低价，就是大概在16.2块左右吧，我就会清仓。你看京东也是，就是说形成一个垂直线之后，就基本没有回头，直到出现财报那天之后开始回头。那时候就是说，如果你用垂直线捞这个短暂的底，你那时候就要清仓了。好，接下来推荐另外一个垂直线哈，就是 SEMG。大家可以看这个，我这个画的线把这个锤子都给挡上了哈。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在上周五啊，也是收了一根很长的下影线的一根垂直线，而且大家看就是说刚好这根下影线呢是在过去几个月的这个底部附近，就是说这里后面是有人在这附近捞底。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是下周股价能够突破，就是周五这个最高价就是22.6块，当然是可以买入，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像这种买入吧，尽量推荐大家交易经验多的人就知道，就是很多时候这种开盘价它会跳空高开比较多，这个时候如果跳空高开超过几个百分点，我一般都不会买入，我一般会等观察半个小时之后。如果半个小时之后这个股价是在这个开盘价之上，我这时候才会杀进去。就通常的这个开盘半个小时，一般都是场内这些交易员来这个叫骗大家的这个单子的。就很多时候他会跳空高开把人骗进去，或者把你的止损点打掉，都是比较黑的做法，但是也是业内通常做法。所以就开了半个小时，基本上这个走势和全天的走势刚好是相反，就是骗很多这个业余交易者。跳空高开，跳空低开，然后把你的止损单和买入单骗掉。如果跳空高开太多，我就不推荐大家就等半个小时再交易。止损呢，对这个股价，我一般就是说跳空高开超过它的最高价了，就是买入。然后如果跌破这个垂直线的这个收盘价，我就会退出来，可能会反复2、3次才能骑上这匹白马或者黑马，随你怎么讲。这个是 SEMG， 也是有一根垂直线的底部特征线，还推荐大家。接下来是这个 DISH 交易方法，大家熟悉看过视频的人可能就知道，也是突破了下降趋势，几个月来第一次站上这个20日均线。大家看站上20日均线，然后这天跌破了20日均线，把这个 gap 补上。第2天又站上了20日均线，我这是上周五推荐的啊。然后本周呢一直都在20日均线之上。虽然就是大家看大盘小盘实际上在这附近波动的很厉害，但是这一周呢，这个 DISH 它走得很平稳，很平稳，这个就是一般都是比较好的特征，就是说不随着大盘走。然后如果它能横盘随着20日均线开始往上走，建议大家骑着这匹马啊，暂时不要再跌下来。然后如果它收盘价跌破20日均线，当然是要退出来。但是我预计它应该会开始往上走，但是止损很重要，好吧？然后这个是 HIMX， 本周四突破了这个，那是一个头肩底的造型啊，然后当天量也比较大，周五开始进行回调。如果比较强势的话，我觉得11.5块大概就是短暂的底部了。我一般推荐大家可能就是说它回调到11块钱附近再捞，有这个头肩底，第一次突破之后一般都会回调。不是特别强势的，一般会回调这个颈线附近，就11块钱附近。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短线玩法，你可以在它突破12块钱之后买，应该短线也会有一波走势。但是跌破这个11颈线一定要止损，好吧？如果你是突破12买的，但收盘价跌破12，你要卖掉。另外一个是 Ultra Beauty 哈，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买化妆品的，还有我老婆可能比较熟悉哈，就是买化妆品的。推荐的方法差不多吧，你看一个长期的一个下降趋势，第一次突破之后我就买入了，只要它不跌破这个突破这个点，我就会骑着，
然后因为2天涨得比较多，所以目前我的止损在5日均线。实际上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等它20日均线上来后第一次回调20日均线买入比较好。我一般不推荐大家追高，就如果你错过这个最初的买入点之后，我也跟很多朋友说过，就是我和我老婆我们正在开发这个股票推荐系统，一般就是说这种走势，当时这个买入点一般都是我会推荐类似这样的买入点，或者长期在20日均线之下第一次突破20日均线，也会把股票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对这种交易系统感兴趣，你可以给我们发一封 email， 不需要说详情，你只要说你对这系统感兴趣，我就可以催我老婆抓紧开发，好吧？可能编程的功法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然后如果喜欢这种交易系统的人，可以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如果需要的人多了，那我们自然会开发起来比较更积极一点。然后如果需求不多的话，我一般还是自己用。这个是 Ultra Beauty， 推荐大家，因为长期下降趋势突破都是好的买点。然后2天交易量相对也比较大，也还不错。然后如果它能回调200，就当时这个突破点在200左右，推荐大家买入。第一次回调推荐大家买入。宝尊就是下周2就是收盘后发财报，所以就是说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但是也是我的操作系统它自动推荐出来的股号，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54321本周一这个系统发出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如果你看这就知道这是突破这种下降趋势哈。当天量也比较大，一般都是好的买点。然后第一次回调这个突破点就是33附近，选在周3回测的当时突破点位，也是好的买点。因为下周2就发财报，所以我就不推荐大家在这里买了。因为大家可以看上次8月份发这个财报，这个挡不住子，虽然后面又涨了出来，但是当天这个止损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我一般不太喜欢让大家承受这种未知的风险，因为它当然现在也有可能涨个10个百分点，也有可能跌10个百分点。但这样就是5开，再加上你这个交易成本，平均来讲你是亏的，所以我不太推荐。然后虽然双11销售数据也不错，目前股价也是在这个均线之上，但是就像8月份财报一样，当时也是做好了突破态势，但是没成功。所以呢，这次我也不推荐大家在财报之前买。但是呢，如果财报之后能够1、2、3，目前是在下降趋势啊，如果不跌破30，我觉得可以买。跌到30附近可以买，但是如果跌破这个低点，就卖掉比较好，好吧？所以就如果跌破这个30附近这个最近的这个低点呢，下降趋势可能还要继续。但是如果刚好跌到30附近，还是可以买。跌破30你就止损，坚决止损。如果财报当天没有跳空高开，但是突破周1、周2这个高点，你就可以追进去。跌破你买入点，你就卖出来，好吧？因为我发现很多中概股还是比较少这种缺口的。一人代发过财报了，然后周3发财报，一路下跌，然后把尾收了回来，这都是比较好的信号。周4、周5目前在横盘态势，目前还在下降趋势之下，也在25日均线之下，刚刚突破50线。然后大家看这个下降趋势线，如果说是周1能够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我当然是推荐买入的。当然，大家要小心这个20日和50日均线这个附近这个阻力。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个下降趋势线当做买卖的这个指示，应该还不错。突破之后可以买入，然后跌破当时突破点就卖出来，可能会晃2天。财报在我看来一切都还不错。这股的缺点就是缺这个机构投资者进入。所以你查一下9月份上个季度这个机构投资人有一定的买入吧，但是因为它流动性偏少，所以就是没有大机构进来，挺难涨的。接下来这个百世快递BSTI Best， 我也是推荐给大家。当然就是它是周4发的财报，然后我是在周4买入的。买入理由当然你要关注一下这个股，就是刚刚 IPO 不久的股，它基本就是10.5块附近是底，大家看到1、2、3次测试底部哈，然后财报之后又一次测试，当天交易量比较大，但是又一次站住，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买点。然后如果你现在没有买入的话，11块钱，它在11块钱实际上横盘挺久了。如果让我赌的话，我觉得11块钱是一个好的买点。但是呢，如果你不喜欢承受偏大的风险，因为你11块钱买入的话，你可能跌破这里的低点就卖出来，我觉得这操作方法还可以。但是我更喜欢的一种做法应该是等它突破12，这里12块钱，好吧？因为等它突破12再买入可能是更安全的一种做法。当然你12买入获利肯定比11买入要低一点，但是承受的风险可能偏小一点。然后突破12买入，跌破12你就止损，就是很容易操作。这是百世快递。
我更喜欢12块钱买入，虽然我目前在里面，但是更喜欢12块钱买入。然后从机构投资者很多了，阿里巴巴大股东，所以肯定不会清仓，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从机构角度来讲问题不大。说到快递呢，当然百世快递上一家讲中东快递，百世快递这个营业额涨了不少，我觉得中东快递本季财报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呢，它的这个到18之后收了一个很不理想的 K 线，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再看这个 K 线啊，再看这个 K 线是一个路数，好吧？刚才讲的垂直线连倒过来看就对了，这就是短期比较熊的信号，都是需要清仓的信号，或者至少清仓一半的信号。然后因为它是下周一收盘之后发财报，所以呢，如果说收盘之后能够跌到16附近，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买点，因为第一次突破之后第一次回调都是好的买点。我当然不推荐在财报前再买入。受这个 shooting star 就是说流星线的这个影响，短期这个总是偏熊，有很多人被圈在了里面，等着人再去上面解救，所以就是你一涨上去，肯定有人会出逃。我更喜欢，或者说如果说作为我是操盘手来讲，我喜欢肯定会财报之后，我可能要把它拉回来，这样让很多人在这地方，如果他们还没有止盈或者止损，那我希望让他们在16或16块钱下面稍微一点点，让他们止损出发，然后再拿回去。但这是比较损的做法，但是可能是对操盘手来讲最能赚钱的一种做法。然后如果他能拉回到16之下，而且财报并不太差的话，我是推荐买入的。当然，一般这种第一天大跌，你最好等到第3天、第4天再买入。就是如果他在16块钱附近，就像这里在13块钱附近磨了这么2-3个礼拜之后再拉上去，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中东快递，然后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老调重弹哈，中这个是 TECK， 但是我持股是不少了，下降趋势线，好吧，就是说它因为大股东卖股在这里跌过一次，然后财报其实很理想，我觉得财报相当不错，为了把别人止损打掉，把这个止损打掉，要拉20块钱附近继续往上走，现在马上就要切出这个下降趋势了，下降趋势线，然后突破，我当然觉得是好的买点了，在这里先推荐给大家。然后这附近刚好就是20日、50日和100日均线的这个密集这条区，大家看就是21到22之间这几条均线基本都交叉在这里，所以就是说，如果能从这里突破上去，而且突破这下降趋势线的长期，我觉得会去30吧。而且它本周又发布了一个就是叫特殊红利啊，就特别股东红利，就是说每股发4毛钱红利吧，我印象中。然后它本身又有1毛钱这个红利，12月份也要发5毛钱左右的这个红利吧。当然对我来讲是不错的，因为我持股比较多了，股票回购计划也是500个 milli 吧，接近5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当然也不错。盈利能力超强，它的负面的新闻呢，就它负债偏多了，所以我呢个人更喜欢再把这个1亿块钱用来回购，不讲是1亿是10亿一个 billion， 用来发红利和回购股票的钱，我更喜欢它的去还债。如果它能把债还清，那这家公司实际上就是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是和苹果类似的这个cash cow了，就是现金流啊。PE 又很低，相当不错。潜在的风险呢，就除了负债偏高以外，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放缓，然后不需要煤铁都石油，那这个价格可能就会下来，好吧？因为它是卖大宗商品的，股跟股价当然和大宗商品价格相关。当然，我觉得目前是严重低估了，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是这个新苑地产，就是美股上市的，可能是唯一的中概建筑公司。我大家可能有可能说错啊，这个是月线图，如果月线图突破6块钱，我推荐大家买入。这里形成一个3个吧，就是1、2、3、4个比较圆滑的顶部，大家看这个圆滑顶部都还不错。然后如果能从这里突破上去，我觉得长期看涨，好吧？就是它的就是不可按的大概的13、14，我觉得涨到10块钱附近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看这个日线图呢？月线图来看，这个买入时机还没到，就等它突破月线突破6块之后买入。这个股的这个盘子偏小，流动量也偏小，所以就是我不推荐大家重仓，不要重仓，你就少买几股，然后长期放着，等月线图突破之后。那如果你是喜欢按日线图交易，当然我的交易信号是在这里发出来的，好吧？财报当天高涨，然后第二天比较量
很小量跌了回来。这种回调如果量偏小的话，一般都比较健康。然后目前我还在里面，然后只要它这个不跌破日线图，不跌破我这个买入价，我就会一直持有。因为我本身买的股也不多了，所以我就说也放心持有。但如果它这个收盘价跌破我的买入价的话，我就还是会止损，然后直到再次突破。但如果你想按长期交易来讲，你就看月线图交易就不错，就是不同的交易时间尺度，你看不同的线。然后以上呢就是我本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个股了，大多数都是我的交易系统推荐出来的这个个股，希望这个大家喜欢。我其实更喜欢的就是说，大家就是不需要非得交易我推荐的这些个股，因为你可能有自己更了解的公司，你用我推荐的类似的这种画线呢、画阻力线、支持线的办法去交易你喜欢的个股，其实也不错。因为很多朋友也会发email 来跟我讲他交易哪些股，然后问问我的看法。我觉得很多个股的走势实际上相当也都不错，所以就是说我更希望大家学到的就是说这种交易的这种方法，而不是说非得说是你说买哪个股我就交易哪个股，好吧？就是尽量交易你熟悉的股，就如果你对它的基本面更了解，再结合技术交易，那胜算就相当大。最后呢，就是如果说是你对你交易的个股想问问我们的意见的话，可以就是发 email 到我们的邮箱来进行咨询。我们的每只个股是收费是1块钱，然后如果你有对我们的股票推荐系统或者交易系统感兴趣，你可以发个 email， 很简单的一封 email 就说你感兴趣，然后我们就抓紧开发。然后在这里谢谢大家收看，预祝大家感恩节愉快，大家下周再见。